朋友们，相信大家呢都听过一句话：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，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。但是真正明白这句话在讲什么的人呢，却是凤毛麟角。任何的事，任何的话，如果最终没有能把它上升到修行的这个维度，其实都没有意义。这句话的要义呢，其实有2层。希望听完这个视频以后，你不光能豁然开朗，而且呢，你还能在今后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实修上呢，得到一个本质上的帮助。首先，第1层，很多人以为这句话就是字面意思，就是在说你眼中的别人是什么样，自己就是什么样的。这样理解对吗？难道说你看见了一个人的行为，然后你觉得这个人很敏感、多疑、情绪化、阴险、不好相处、小气、不实在等等，然后这就代表着你自己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吗？肯定不能这么理解，对吧？你想想，你这辈子评价过多少人，给别人贴过多少个标签，生出过多少各种各样的评判，那你自己岂不是集中标签、重评判于一身了吗？你自己肯定也不这么认同，对吧？好，那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其实他说的是，当你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2元对立的评判的时候，你说别人是个怎样的人，你说这个人如何如何的时候，你正在给他下定义的时候，那么这一刻就说明你已经掉线了。用佛家的话讲呢，就是你陷入到了分别心，你此刻呢就活成了你脑袋里的念头。具体来说呢，其实是一堆的标准、概念和认知，或者说4个字：社会习惯。正因为你脑袋里有相应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和认知，你才会去这样评判这个外部世界。打个比方，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是光用眼睛吗？肯定不是的。比如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帅气的小伙子，非常有好感，你甚至会认为他一定很懂礼数，很有教养，感情专一，积极上进，恨不得直接抓过来当场结婚。但实际上你根本不了解他，但为什么你会给他打上那些漂亮的标签呢？基于你的好感，然后后面呢全是误判。这时候你就是你头脑那些个认知和标签。再简单一点，你评价一个人很阴险的时候，就说明你此刻是谁呢？你其实就是你脑袋里头的那个阴险和不阴险的标准，就是对阴险的这个定义和认知。这是一个2元对立的思维，这是你的头脑，这其实不是你。每一个起心动念的反应模式都是一个小我。当你不再是你了，当你掉线了以后，你就变成了无数个各种各样的小我。就从你评价这个世界的那一刻，你就变成了一个思维层面的我。你看，你的维度降低了，你体验这个世界的意识和觉知，还有注意力，被你头脑的思维给吃掉了。你以为你在观察，其实你恰恰是失去了观察，觉知没了，掉进头脑的2元对立里了，进入到概念里了，进入到自动化习惯性的思维里了。而这种思维的小我是永远也不会让你的内在保持平静、平和的，它是你业力纠缠的显化，它们是把你拽向痛苦的钩子和执念。所谓那个你眼中的别人，其实就是你在面对这个让你修行的虚幻世界里的内容时所起的反应。所以你眼中的别人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准确地说，是你自己的反应，是你的一个小我或者很多小我，是你自己的业力纠缠，是你的内在在乱在动，是你的分别心。我们看待事物都是如此，在心与眼睛之间呢，每个人都戴了一副分别的眼镜，我们再透过它来看待所有的人事物，那能看明白才怪。
说到这里呢，我们不妨顺便讲一下，如何消除我们的分别心。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接纳。当你看着一个人，不要有任何的杂念，就是全然的看着，你会发现，长相其实也不算是很重要。看久了之后呢，也不在意了，不会因为他长得丑而生气你自己的负面状态，也不会因为他长得好看而生气贪爱，这就是全然的接纳。讲到这里呢，有一点需要和大家强调的是，我们说的无分别呢是心，是无分别心，而当下显现的像是有分别的，这一点呢很多人都没有弄清楚。就比如说佛家修行的法门有很多种，有一些法门之间甚至还有一些冲突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佛法有分别吗？举个例子，我们去药店买药的时候，柜台上琳琅满目，有各种各样的药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种药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分别吗？不是，大家的身体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出现的疾病不一样。比如说我感冒了，我头疼发热，我得买点退烧药。你吃坏肚子了，拉肚子，你得买点肠胃药。吃完了，大家的病好了。我们的健康是相同的，病有分别，但是健康是没有分别的。这个病呢，就是众生业力显现的相，并不是说生病了之后，去药店随便抓一把药就乱吃，这样的话病不是更严重了吗？这就是执着于无分别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让你在当下觉察，提起觉知意识到自己已经掉线了，那么第二层意思呢，就是要让你真正的去格物了，去空掉这个我。怎么做呢？你要通过你看见的这个世界的种种社会习气反应，以此为镜，立刻提起警觉心，觉察到这个我是如何代替自己做出反应的。你能觉察到有一个我正在代替你进行反应，这就是对唤醒内在正在沉睡的真正自己的一种最强大的冲击。所以修行不是说我们不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自动化反应，不是我们不能痛苦，不能造业，不能有情绪和烦恼，不能陷入执念和欲望。相反，我们得允许和接受它们的存在，因为这些内容恰恰是我们开悟和觉醒的必备条件。我们应该做的是主动且勇敢地投入和参与进去，真诚地迎接它们，直面它们，而不是总想着让这些反应停止。所以我经常说，真正的修行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一切发生，一切生活情境中，时时刻刻都记着。还有另外一种超越了现在你正在认同的这个我，高于现在这个我的生命状态的存在。只要能意识到这一点，那你就是觉醒的，就有了度一切苦厄的可能。所以心经才讲无我，才讲空。一个真正的修行人，一个观自在菩萨，他会时刻地保持这种清明警觉，他会意识到自己眼中的别人就是自己内在升起的反应，会立刻把它当作如是关照的对象，而不是直接把这种反应当成他自己。因为一旦当成了自己，那就是着相了。佛陀告诉你的无我，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后天在社会习气中形成的我，它是在假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自然也是假的。这个我也是我们借假修真的内容，这个遮蔽了我们自性和佛性的我，不是真的我。平时的这个我，它总是在低层面的内容和波长中反应。我们总是琢磨着我怎样怎样，我如何如何，我被怎么着了，我想要怎样，别人如何对待我，等等等等。你就记住，一旦你的思考中有了这个我，那大概率就是你又和低层面的内容起反应了，大概率你就不太可能触及到事物运行的真相和规律了。
你要是一辈子都坚定不移地以这个我作为主体活着，对他丝毫也不质疑，谁也碰不得，自己人生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我展开，那你就永远都无法进入到更高级的生命意识层面。它会带着你一直在低层次的区间反应和纠缠，所以你永远也解脱不了，一直在那个循环里。所以你看，一直在说我想怎么修行怎么改变的人，最终往往都是以失败告终。修行是为了让你的内在更高等的那个东西显化，而不是在这个我的这个基础上做文章，明白了吗？就这样去世上练。当你能练到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管别人怎么样，不管别人对你怎么样，你只是去观自在，时刻都能把让自己一时痛苦或者一时爽快的那个我给空掉，那你就做到了如如不动，你就在实现无我的路上了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